我以为你家会有面包刀这种东西。这种东西在家就直接啃，好不好？怎么可能会？屁！怎么可能会有面包刀？最好直接在家直接啃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。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2种料理，是在西班牙非常常见的一个 tapas， 一个下酒菜，绝对很符合台湾人的口味。它用了很多蒜头、干辣椒、虾子、透抽，而且这2道料理做起来方便又快速。那废话就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Go。那因为今天2道料理要用的食材都差不多，那就直接一起介绍。蒜头，今天最重要的食材，会大量使用。虾夷葱，其他的葱类也都可以代替。透抽，用其他的软竹类、小卷、鱿鱼都可以代替。白虾，任何其他的虾类也可以，你用龙虾也可以来做。小虾米可以吗？小青辣椒、干辣椒、西班牙烟熏红椒粉、法国面包，任何味道比较干净的面包都可以拿来做使用。面包的角色就是去吸附我们料理的油，去沾着吃。蒜头我们先把它全部切片。蒜头3。切到这样就好了。再来就是切虾夷葱，虾夷葱是餐厅比较常用到的葱，因为味道比较没有什么一般的葱辛辣，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葱香味。那我们就是把它切成葱花。再来我们切这个绿辣椒，那当然你要用红辣椒，会辣的也可以。它在我们料理里面的作用就是最后撒上去增香而已，可放可不放。再来是来剥虾子，就是在剥虾的时候啊，我自己的方法是这样：虾头先把它拿掉嘛，然后从虾子第3节这个部分，用手把它抠下来，它的前半段的虾壳就会下来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屁股这边捏它一下，然后就把它抽出来，这样子虾子就剥好了，很快。剥好的虾子把它的肠泥剔掉，一个牙签或是一个细细的东西，从虾子的中间这边把它挑出来。剥下来的虾头啊，我们把它放到锅子里面，虾头、虾壳都把它放进来。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炼虾油。其实这道菜原本就是用橄榄油去做的，所以其实不用特别去做炼虾油这一步也是可以的。这个是透抽，在料理这种软竹类的海鲜啊，它很容易出水，它的水分很多，所以我们在料理前一定要做的一个动作，一个盘子铺一张厨房纸巾，就把它铺在纸上，然后把它吸干做备用。面包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，当然在家还是建议用面包刀，只是我今天忘记带。其实没想到我家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这种东西在家就直接啃，好不好？怎么可能会？屁！怎么可能会有面包刀？我们切好的面包就直接拿进去烤，烤成自己喜欢的口感就好了。当然也有人用没有烤过的面包，因为没有烤过的面包它比较湿，然后可以吸到很多的油。那我们现在第一步呢，我们要来炒我们的透抽，把它的水分先炒干。我们先热锅嘛，那锅子够热之后，我们直接干锅下它，直接下去，然后干炒。忘记开抽油烟机。就是把它的水分炒干，这样子就可以先出锅了。这个时候会闻到那种在炭烤海鲜的那种味道，它就是会有点焦焦的那种味道。一样的锅子我们不用洗，我们直接下橄榄油，蒜头，蒜头这也是看个人的喜好。这个步骤我们开小火，千万不要急，开大火蒜头很快就会焦了。我们可以先调味在透抽上面，稍微把透抽跟盐巴把它拌一拌。看到蒜头有点微微的上色，我们可以把它转大火，因为蒜头已经开始上色了。可以把它集中到锅子的一个角落，让它整个浸在油里面。然后蒜头开始这样变金黄色之后，
配下干辣椒，干辣椒的量也是看自己的喜好。干辣椒不用久煮，它只要下去遇到热油，它的香味就会散发出来，然后越来越多蒜头开始上色，这个时候后抽就可以下去。稍微翻炒，然后蒜头它变金黄色了，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非常快速。会选这种有深度的容器哦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最后撒上我们刚刚切的虾夷葱。下一个就是来做我们的虾子。那我这次是因为比较想要尊重传统，就是照他们西班牙原本的做法，用陶锅来料理。然后因为我真的找不到西班牙那个圆的陶锅，我跟它有这个刚好大小很像，只是它是方形，可以来代替。那这个我们冷油下锅，刚做好的虾油到锅子大概一半，再少一点的量。然后蒜头就是抓自己喜欢的量放进去，然后我们把它开火。是小工具，就是那种臭臭锅常用的夹子嘛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是一样要把蒜头弄到上色，让它在滚烫的油里面去完成的一个料理。到客人桌上，它还是这样一直在滴滴啵啵在滚。到蒜头差不多开始上色的时候啊，可以丢干辣椒。然后虾子就把它放进去。在西班牙做这个料理的时候，到这个步骤就会直接上桌了。到客人桌的时候，它会刚好达到最完美的熟度。到这样就好了。撒上刚切的青辣椒，还有一个香气，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。你看，在移动的过程都还是一个滚烫的状态，到客人桌上，一样配上面包。可以沾着热油虾子这样子吃。